迎着霜，你的跟紧我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，遥相望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落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，戎装红着飞扬，逆过冰雪那凉，忘了有缘一场，唯愿你在身旁，不负春光，就算天边相连，陪你天涯中间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无悔无憾。何校尉，请。公子，公子你醒了，公子你终于醒了。校尉呢？校尉没事，校尉真的没事。我看到镇西军从山上冲下来，竟然是救了他。公子好好疗伤，咱们还要回去见校尉呢。来。将军，大将军，回来就好。秦王，新王、齐王，我已经派人送回你营中了。至于你父亲，你既然来了，待会儿就亲自接走吧。崔大将军心怀大义，李逆感激不尽。今日秦王既然来到我营中，不如进帐一谈。好啊，正有此意。咱们可算是回来了。你也终于见到大将军了。父亲都瘦了。你别担心，刚刚我望了望大将军精气神，他定然康健无恙。校尉你就放心吧。校尉，你真的不担心啊？担心什么？这可是在咱们崔家大营里，
那李聂也不敢把父亲怎么样的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你难道不担心大将军会对秦王如何吗？你说，大将军把秦王请入帐中，会不会埋伏好了弓箭手，只要等他一进去，他就摔背为号，立刻将他杀了？放心吧，不会的。小伟，你是相信秦王，还是相信咱们大将军？如此笃定的说不会。这两个人，我都不信。这个簪子怎么会在秦王的身上？是崔小姐所赠。秦王以为凭借此就可以有恃无恐吗？崔大将军误会了，今日送崔小姐归来，是另有要事，要与崔大将军商议。秦王恐怕是想借我崔家军之力，收复西长京吧。之前秦王曾写信胁迫于我，今日还亲自送小女回来。想必秦王是觉得老夫不敢取秦王的项上人头。但是，两个我都信。你这又是打什么哑谜？我听不懂。你这是着什么急啊？哦，我差点给忘了，是不是那个谢长儿也来了？所以你担心大将军把秦王杀了，连带秦王带的人也一块儿给杀了。小魏，我跟你说认真的，你就会打趣我。大将军，阿爹，吃饭啦，来尝尝我给你煮的面条，可香了。阿英啊，你怎么不问问秦王去哪儿了？难道阿爹还会把秦王杀了不成？敢扣我女儿，还敢写信胁迫我，难道不应该杀了他？那阿爹还扣了他两个兄长，还有他父亲，所以你看秦王只能乖乖的把我送回来了，两相抵过，这样算起来，我阿爹还赚了呢。我正想问你呢，你怎么把你阿娘留给你的簪子送给秦王了？那是他赢了，我给他的彩头。什么赌约呀？值得你把你阿娘留给你的簪子做彩头啊？是这样的，阿爹，当初在并州的时候呢，那个韩立翻脸不认人，我跟李逆呢都是性命危在旦夕，所以我们俩就打了一个赌，谁要是赢了，那另外一个人就来帮助这个人成功逃脱，输的那个人就留在并州来做接应。李逆他输了，所以他就帮我先行逃脱，我就把我的簪子送给他当做彩头了。胡说！明明是你赢了，为什么要给他彩头啊？难道他当时是故意输给你的？阿爹啊，阿英，你别被那小子骗了。他要是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安然脱困，又怎么会让你知道？阿爹，你的阿莹有那么傻吗？那可不好说，突然间犯起糊涂来呢。总之啊，这小子骗了我的女儿，还把你扣在太清宫里，实在是可恨。对，确实可恨。现在李逆终于落在我的手里，杀了他，正好解我心头这口恶气。如今东都已经在我崔家军的掌控之中，收复西长京，这天下就可以太平。你当初出瀛州，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愿望，就要实现了。阿爹，你要是此时杀了李逆，那天下百姓就再没有好日子过。你当初在瀛州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皇室李家昏聩无能，天下唯有能者居之。那当时这不是不认识李逆吗？哎，阿爹，我跟您说啊，
这个李逆呢，他自出劳兰关，能征善战，最难得的是他没有功利之心，只想平定叛乱，然后就重返边关。他是一个能担大任，却怀有一颗慈善悲悯之心的人。这样的人啊，才是战乱之后最好的君主。要不然，以后无论是谁上位，必定还会天下崩坏。你向来眼高于顶，没想到李逆竟如此得你青眼。我已经把他杀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他了。我不信，阿爹是不会杀了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了解您啊。就算阿爹再恨他、再恼他，也要等咱们收复了西长京，再过河拆桥，把他杀了。照你这么说，留下秦王还有几分用处？当然有用。爹，哎呦，快！我女儿说了，留着你还有用，就暂且不杀了。你也真是的，打不赢我阿爹就不会逃吗？被绑成这样关在箱子里，很舒服啊。倒也不是打不赢。我就是打不赢，但也不能逃啊！我这不还指望崔大将军能够助我镇西军收复西长京吗？原来阿爹是答应秦王要一起出兵收复西长京了，多谢阿爹！这回你可放心了，也不催着阿爹用饭了，也不管那面是不是坨了。马上重新再煮一碗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这是刚才绳子勒的。没事，过2天就好了。你可真傻，小仗则受，大仗则走。这么大一个人被捆得结结实实，窝在箱子里多久了？不怕伤到筋骨吗？也没多久，就是呢，在你进来之前，大将军跟我说，要一起出兵收复西长京，可以，但他得先把我绑起来，关进箱子里，看看你的意思。如果你想杀我，那就不用等出兵了，他就立刻一刀砍了我脑袋。但如果你想留我一条性命的话呢，他就答应我，一起出兵收复西长京。你就那么有把握？我不想砍你的脑袋啊！也许我是故意把你骗到崔家军大营里来，好报仇雪恨呢。毕竟你把我在太清宫关了那么久。你生气了？当然生气了。你真记仇啊？当然记仇。那你让你阿爹一刀杀了我，也不解恨啊？哎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看，一辈子这么长，要不从今往后，你就天天折磨我，使唤我，开心了不开心了都拿我解闷。我觉得这样才更解恨，你觉得呢？你想得美。我当然想得美。说什么？桃子，吃吧。你刚刚怎么啦？
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走来走去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刚刚已经去看过了，秦王他安然无恙，现在跟校尉一起在他营帐里用饭呢。其实不是因为秦王，不是为了秦王，那是怎么了？我是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想之后天天见到我呀？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，之后还要打仗，万一我受伤了，或者……反正也没有人会告诉你，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不会受伤的，不要瞎说。也是，有你送给我的药，我受伤了也没关系。傻子，快吃吧，都凉了。行军打仗总是要小心些的，别总想着自己要受伤。真香。慢点吃。那位义士千叮万嘱，让您不可劳累。我不知道阿莹现下安好与否，你叫我如何等他？可您的伤势还未痊愈，您这样赶路，和自残何异啊？你看看这一路留下的记号，崔家军就在附近了。我今日必须得回营，见到阿莹我才能安心。公子，校尉吉人天相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公子，阿寿，快！阿莹，我真舍不得走。那你要不要留下来？我倒是想，我想带你一起走，只怕你阿爹崔大将军肯定不会答应。那你是想得太美了。我送你个礼物。公子，营地到了。那不是何校尉吗？阿莹，我要是不在你身边，就让他陪着你。你要是不开心了，打他、扔他、砸他，都可以。这小人儿，跟你确实还挺像的。你要是喜欢，下次我再多做点别的。那你下次就再做一个小人儿吧，不然就他一个，实在是太孤单了。公子，时辰不早了，快走吧。
韩英，韩英，等到天下太平，我定娶你为妻。等我上门提亲，我一定会上门提亲。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！韩英，我要娶你！背负破碎过的世界，你给我坚定的信念，在绝境中唯一的光是爱不灭。彼此承受过的离别，你能找寻你的黑夜，无畏荆棘刺伤，我要爱到最后。快走，离开这儿。过黑夜，绝境冒险，柔性炽烈，你在身边，我的身边，奔赴这秦王，你该走了。韩英，保重，等我。撤！也不放手和你并肩，在破碎中完整我和你的世界，永远守护着爱不灭，路上你给我的信念，无畏荆棘刺伤，我们直到最后，和你并肩冲破黑暗，守护着我们信念，牵着你的手，直到世界的尽头，永恒守护着爱不灭，我们都闯过黑夜，无畏荆棘刺伤，我们直到最后，永不变。韩英，等到天下太平，我定娶你为妻。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！公子，咱们回去吧。回哪儿？我已经没有家。可是不回崔家军的话，咱们压根儿无处可去。无处可去，无路可走，无药可医。我是谁？
我不是崔林，我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无名无姓。我顶着崔林的名字活了这么多年，我都已经忘记我自己是谁了。为了他，为了阿英，可是他现在压根就不要我了。我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他的影子。可是他现在根本就不需要我这个影子，我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了。公子，多想此生只为你活着。当记忆沉默，心已落，忘了此生离合。我一直都觉得我不是崔林，他才是崔林。她哪怕是个女儿家，她才是真正的崔林。阿爹，还有阿英，都不需要我这个影子，一个被主人抛弃的影子，一个没有用的影子。阿英和我永远都不可能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怪我身子不好，怪我不能上阵杀敌，都怪我身子不好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阿叔，我求求你，你把我杀了好不好？把我杀了。一个被主人抛弃的影子，就应该去死，就应该去死。我知道有一种续命之法，据说只要服了结说的神药，哪怕病弱的人也能康复如初。公子，我陪你去找那个神药。绝对不能去。崔家军和结说有着血海深仇，阿英的娘亲就是死在结说人的手里。我是绝对不会去找他们的。公子，只有活着才能去见校尉，只有活着才能等到校尉的回心转意。如果有神药，公子你身子恢复了，也许到那个时候，小慧就会看清林妮的真面目，小慧就能感到公子从前对她的一片真心，她就会回心转意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得活着，我活着才能见到阿英，我活着才能保护她。如果有一天我身体康健，我也能上阵杀敌，她也会喜欢我的。到时候她必然不会喜欢林妮了。阿英到时候一定会喜欢我的，阿英一定会喜欢我的，阿英一定会喜欢我。阿英，阿英，你到时候一定会喜欢我的。夜半风凉，还是回去歇息吧。当初我以为天下莫能敌，裴县老矣，崔有接硕牵制，如今看起来，真是一招不慎。
崔乙既夺东都，定会与李逆起纷争。若是杀了梁王为帝，便会与李逆结成生死大仇。如果他们联手对付我，那我们就决一死战，杀个痛快。我就说，信王率军守城，他绝对守不住。唉，幸好我们跑得快，要不然等伯父攻下洛阳城，到时候就难以分说了。伯父现在是死了亲生儿子，肯定怒火冲天，暂时顾不到我。不过这么一来，到时候也只有我能继承崔家的家业，毕竟亲伯侄嘛。万一大将军知道崔公子遇袭的事根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这人马都是乔装改扮过的，他就算往下查，那只能是查出来是李俊的人马。如若不然，他怎么可能这么怒气冲冲的就攻下洛阳城呢？若是大将军拷问信王，只怕信王他……就算他盘问出来了，啊，就算他李俊和盘托出，那也是信口开河、胡说八道。你想一想，李俊不单单是设计害死了他的亲生儿子，又挑拨离间我们伯侄关系，伯父能信他？你跟了我这么久，能不能长点脑子？是，那咱们先找个地方藏匿起来，再看看风向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三郎，还没有了，吃，饭桶。小伟，齐王派人送信来了，还送了好吃的。给，大战在即，呼吁你深爱此物，特寄之疗以解闷。常言嚼之如碎玲珑，取势若破竹，碾压敌军之口彩，邦军顺遂，旗开得胜。入京后，愿同去殿中，据按大嚼干果及国府，用侧翼后翼，皆托付于君。替我再三拜赏崔大将军。小伟，秦王信上说什么啦？说祝我们旗开得胜。送这些来，就为了巴巴送个好口彩啊？是，特意麻烦耳朵跑了一趟，就为了送上这么一个干果的好彩头。他送干果来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干果还没吃几颗，嘴这么硬啊！少威，快吃吧。赵二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可忍不住了，石七郎！崔家军卖了潼关，害死了咱们镇西军那么多兄弟，咱们怎么可以又跟他们结盟，一起去攻西长津呢？万一他们又把我们卖了怎么办？就是啊，你说他们万一从后边反了，直接把咱们包围了。我见过崔乙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他儿子这样做，他爹为什么不能？若崔乙是这样的人，他就不会放我出洛阳城，更不会让我带着我父皇回大营了。石七郎，那咱们真的还能相信崔家军吗？镇西军把侧翼和后翼都交给我们了。因为咱们崔家军的兵力更强一些，所以他们把侧翼和后翼全交给咱们了。这个李逆果然胆大包天，他竟不怕我抄了他的后路，把他毒死在西长京城下。阿爹会这么做吗？我相信。那石七郎信，我就信。我也信。我相信你，石七郎。那我也相信石七郎。赵二哥，你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。谢谢你们相信我。
等收复了西长京，我就带大家烤黄羊吃。烤羊就算了，得有酒啊！对，有酒。来，来，干！要不是碍着你的面子，这货早就把他给收拾了。阿爹，你才不会呢。不过，就算我们崔家军和镇西军加起来，比孙敬的守城兵马多，但自古以来，守易攻难。李逆虽然是个混小子，但不像莽撞之人。他是不是在城里还另有布置？阿爹瞧出来了。其实早在前些时日，李逆就已经派人在城中暗中散布谣言，煽动百姓去哄抢粮食。此时城中人心惶惶，一旦攻城，城中街坊必定会先乱起来。而且我还猜他80%安排了放火，或是去太仓抢掠粮食。一旦城中乱了，太仓无粮，那守城的军士必会挨饿。这样攻起城，自然会容易很多。是吗？怎么，阿爹认为这样布置不妥吗？李逆看着少年老成，他8成还有一招布置，而且这一招布置必是绝杀。光是烧掠太仓，搅乱城中民心，似乎还不算绝杀。其实我也猜测，他肯定还有招绝杀，但这一招到底布置的是什么，我目前还真猜测不出来。我倒是有点明白，你为什么瞧得上那小子了。阿爹，人家在跟你说正经事儿。哎，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，也没有他胆大缜密啊。虽然当时在瀛州和结硕大大小小打了几十仗，他怎么能跟阿爹比呢？他只不过是运气好一些罢了。出身帝王之家，不骄矜，从劳郎关至此一路征战，赴半壁江山，得万军拥护。其实运气好就可以一言代之的。阿爹这么夸他，我倒觉得他配不上我阿爹的另眼相看。哎，既然他得到我女儿另眼相看，他自然也值得我另眼相看。那阿爹以后不挠他了吧？我只是说，打仗看着还行，想娶我女儿，做梦。又懒。秦王要攻城了。不是说平凉大将军崔乙夺了东都？这正是秦王的过人之处。他不仅大大方方的把东都让给了崔乙，还说服了崔家军跟自己一起联手攻打西长京。父亲，您说秦王会成功吗？明面上呢，他是要和崔家军攻打西长京，可是暗地里一定另有一番布置。我就不知道这布置是从何而起，又如何呼应了。相爷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秦王攻城了，好些乱民直奔太仓去了。那些乱民把太仓给抢了，太仓的守卫拦也拦不住啊。后来不知怎的，太仓就起火了，太仓又烧又抢的，只怕现在也剩不下什么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，命人严守门户。是。我娘，你可明白了？原来布置在这儿。对，先是散播城中无粮的消息，造成民心恐慌，然后再煽动这些乱民，把太仓给烧了、抢了。这下城中是真的无粮了，连守城的士兵都要饿着肚子，肯定没有心思守城了。正是，如今梁王早已登基称帝，孙敬素来残暴，城中又如此情形，这西长京啊，是守不住了。
城中乱民强掠太仓，只怕李逆就要攻城了。阿进，我不想让你再去打仗。我们走吧。自从我们重逢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，这日子过得真快啊，一会儿半辈子就过去了。要不，我也出家，陪你去守城吧。赏花，你好好待着，等我战退了李逆之后，回来陪你一块儿饮酒。我等着你回来。等我回来。给我杀！这里，还有这里，严加防守。报，大都督，镇巡军和崔家军攻势太猛，四处架设云梯，几个城门都有攻城锤重击，我军将士疲惫不堪，死伤惨重啊！令禁军后营上城墙，严守城门，一步都不许退。退者军法处置。是。
竟有士兵动起手来，有的还将手城用的火药，请大都督示下。城中乱民一个不留，统统都杀了。是。大都督，目前城中已乱，情势危急，大都督不如提前退走，到潼关再做计较啊。只要守住这几日，我们郑百余的大军就会回来了，自然会将镇西军和崔家军包抄围剿。大都督，有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要再说了，灭所有兵士。大都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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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都督。锦年啊，既然我已经与李逆暗中商量好里应外合，那我们必须要在宫内也给孙敬致命一击。娘娘，你醒醒，来人！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。若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是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眷念着回到最初一刻，宿命曾有过的温热，多想为你留着。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。
着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